俄罗斯发出一项全球通缉令，为了提醒了中国，该算一笔陈年旧账了。大家好，我是肖映华。相信很多人都清楚，在今年3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下了逮捕令，针对5常国家现任领导人下达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算开了历史先河，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以及普京个人的国际威望，当然也损害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信誉。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自然是强烈不满，于是俄罗斯政府发出了一项全球通缉令。据环球网援引俄新社、塔斯社等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决定通缉国际刑事法院的日籍法官池根智子。因为根据调查，池根智子是裁定普京逮捕令的法官之一。那么问题来了，裁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的法官也有好几个，为什么就只通缉日籍法官呢？坦白来讲，俄罗斯政府会这样说一点都不意外。像这种直接侮辱普京以及国际形象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报复。话又说回来，虽然这件事不意外，但在我看来却意外给中国提了个醒。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南海仲裁案。当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发生了严重领土争端，菲律宾政府正中有美国撑腰，单方面向国际海洋法庭发起针对中国的仲裁。为此，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厅长一职的刘景俊二受理了菲律宾政府的申请，然后与菲律宾协商组建了一个5名法官的临时仲裁庭。后续不到1个月，临时仲裁庭以人力资源有限为由，又把秘书服务外包给了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也就是选定常设仲裁法院作为本次案件的书记处。最后这件事就变成了菲律宾加国际海洋法法庭再加常设仲裁法院针对中国的一场政治闹剧。因为最终裁定的结果是菲律宾胜诉，否定中国对南海所属海域的主权。很显然，这个仲裁结果纯粹是在瞎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作用。中国也不可能同意这个仲裁结果。正因为这样，当年美国帮助菲律宾出头，派出2大航母战斗群陈兵南海，大有一副强行夺取我国海上领土的架势。为此，我国3大舰队精锐齐出南海，战争的火药味在南海上空升起。所幸的是，美国海军被解放军不惜一战的决心给镇住了，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南海。为此，南海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回归正题，现如今俄罗斯政府正在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日籍法官发起通缉令。那么这一招我国是否可以借鉴一二呢？比如说当年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也是日籍，那么是否可以对他发起通缉令或者起诉呢？还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一些法官作为当事方，他们在南海仲裁案上也出了大力气。当年这些法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这一笔陈年旧账是不是也该算一算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请关注运华说，我们下期再见。